这台主机的外观是不是很好看呢？这机箱旁边的6.2寸显示屏是不是很帅呢？而且它还支持触控打开软件，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黑神话悟空 2K 高画质能跑到平均70帧，在这个价格就能够做到，你可相信？今天要来给各位做一个装机的影片，但为了让内容更有看点，我给这一次的装机立下几个难度那就是在预算只有3500级下，能在 2K 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流畅游玩黑神话悟空同时外观还足够好看的高性能游戏主机看似有点难度，但我还是成功做到了。而且偷偷告诉你们这样的一台主机，在一些马来西亚装机店上组装得要价4000级以上。那我是怎么能够以3500级做到相同的配置今天这期影片要和各位好好分享。其实我之所以能够做到，也并非是什么特殊的魔法，而是耍了一些硬件上的小聪明那就是通过遥远的彼岸平台海淘回来当然我可没有极限到所有的配件都海淘，只选择了一套大件同时也都确保东西是全新，并非二手拆机因此相信对于屏幕前的观众们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值不值得冒这个风险嘛我就交回给你们做判断了。而这一套大件就是 CPU 与主板套装这里我是选择了 AMD Ryzen 5 7500F 闪片，外加4槽的 B850M 主板套装。7500F 作为 AI5 最入门之一同时也是最具性价比最高之一的一款 CPU。6款型12线程用来应对目前的游戏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超频，这也让它的性价比非常的突出。搭配的主板是来自 ASRock 华星的 B850M Pro RS WiFi 主板理论上如果我想要有更有性价比其实是可以选择更便宜的 B650M 主板的。当然我一直认为时至今日只有最入门最基础的 B650M 主板是比较值得选购的，而最入门的 B650M 主板基本都不支持 PCIe 5.0标准这让你日后如果想要升级更好更新的显卡体验可能会稍微不怎么舒服。而如今支持 PCIe 5.0标准的 B650E 主板对比更新的 B850并没有价格优势，这也是为何在主板上我坚持选择 B850的原因华星的 B850M Pro RS WiFi原生就支持了 PCIe 5.0标准同时也给到了3个 M.2 插槽，保障了日后扩展性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内存性能获得了大优化对于内存兼容性也会特别的好另外黑白配色的外观也很不错不论是要组装全黑色还是白色主题都是很契合的。而这两个套装一共是花费了1000级左右整套主机大部分的费用都是在这一边省下的，不然原本1000级的费用是只能买到 AMD Ryzen 5 5600外加 B550M 主板相等于是用了同等价格买到了更新一代的 CPU 以及最新一代的主板了。内存的部分就稍微难受点由于目前的内存颗粒大涨价别说马来西亚了你现在在搜彼岸平台也不见得会比起本地便宜不过好在最近在本地平台上就看到了这个来自金百达的 32GB DDR5 6000C30 套条售价只需440级，而且还带 ARGB 灯光只不过我自己是没买因为我自己就有另外一套不带灯的银爵套条同样也是海力士颗粒 DDR5 6000C30，因此性能是基本一致的这里我就拿来凑一凑装机了。至于 SSD 的部分选择就可多了，我会比较推荐选择 PCIe 4.0 乘4 1TB 的容量售价一般都是在260到300级之间。一样我自己 SSD 足够多，而且它也不影响实际的性能表现，所以就用上了三星的 PM9A 1TB。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显卡，同样是来自华擎的 RX 9060 ST Challenger 8GB OC要价1350级。除非你愿意牺牲日后的升级空间，选择便宜同时性能也更弱的 AM4 平台外加内存容量也还砍半，并将 SSD 降到256GB， 否则 RX 9060 ST 基本上就是3500级装机预算线之下性能最好的全新显卡了不过也不要小看 RX 9060 ST它的游戏性能是略强于隔壁的 RTX 5060的，而且也基本同等于上2个时代的 RTX 3070，又同等于上3个时代的 RTX 2080 Ti，而他们俩目前在二手平台也要价1000级左右，即便是彼岸的二手平台也
是一样。先不说二手硬件的隐患啊，就这2张显卡所需的功耗，你还得顾虑买更高功率的电源来保障稳定性。这样一想，功耗200瓦以下，全新1350令吉还带保修的 RX 9060 XT 是不是就显得值得不少了呢？最后就是机电扇3件套了。店里面刚好看到这个来自力酷的 PFS 700。虽然它只是个铜牌转换率的电源，但是再怎么样，它也是个额定700瓦的电源。虽然它并非采用全模组电源线，但它还是采用了柔软的压纹线，理线体验大大提升。最重要的是，我到手只需150令吉，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对吧？至于散热，就选目前100令吉内性能足够强、外观还好看的就行了。68令吉的 VK AQ15 ARGB 了解一下。先前的入门风冷巅峰对决的节目系列就给各位展示过 AK125 的实力，反正只是压 Ryzen 5750F你就闭眼买它用就行了。就是机箱开头就说到要组装一台外观好看的游戏主机，因此机箱这里我是折叠优惠后以256令吉入手了这一台 VK03M LCD 机箱，提供了270度视野的曲面玻璃。这款机箱最吸引人的核心点就是这个带6.2寸的显示屏，同时随机箱还附赠了3把与 AQ125 同款的12厘米 ARGB 风扇，这是马来西亚版本才有的配套，变现也让我们省下了额外购入风扇的预算了。到这里，所有硬件都给各位介绍完了，这里我也列出这台主机目前购入的价格。需要注意的是，电子产品售价存在波动情况，因此价格是以目前的实现为准。那么现在就给各位观赏这台主机装好后的效果。这台主机的外观是不是很好看呢？这机箱旁边的6.2寸显示屏是不是很帅呢？而且它还支持触控打开软件，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不过细心的观众应该发现我把内存给换掉了因为内存不带的确实是差了点意思所以我就换了套Alexa Ares DDR5 RGB 套条来提升整台主机的美观性。不过测试还是用回 Kimban 的套条所以也不影响实际的测试性的表现。那这台最终入手3500令吉的电竞游戏主机它的性能表现究竟如何？现在马上来给各位分享。在 Cinebench R23理论性的跑分中，单核得分1822分，多核得分13982分。这时候全核心频率是在 4.85G， 满载温度也仅有64度左右，功耗在90瓦。接着来看看3D Mark 4电套，Timespy 总分14934 ，Firestrike Extreme 总分17850，Speedway 2994，以及 SteelNorman 3715。另外我也相信大家对于这一台主机的最终散热表现感兴趣所以这里也进行了单双烤测试。在 IDA64 FPU 单烤10分钟后，7500F 维持在全核心 4.62G， 温度维持在64度左右，功耗则是平均90瓦。而加入 Fullmount 2重新双烤10分钟后，CPU 的频率还是维持在 4.6G 左右，温度略微上升到68度，功耗依旧90瓦。9060 SD 则是平均核心和显存频率均都在 2.5G 左右，核心温度更是只有59度，而热点和显存温度则是在84度左右。整卡功耗维持在170瓦，而整机输入功耗更是只有340瓦左右，只有700瓦电源的一半，完全不用担心散热和电源的稳定性问题。当然，只是这样怎么符合我的频道调性，对吗？7500F 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有着不错的超频潜力因此二话不说，马上在 BIOS 直接手动超频至全核心5.3G 电压1.25伏，内存的部分就开启滑行主板的 Aggressive Mode 功能即可。我们先来看看超频后在 Cinebench R23的表现超频之后单核得分上升到1919分提升约5%，多核得分则是来到了15483分直接提升10%。频率的部分自然就是稳稳在全核心 5.3G， 温度则是上涨到了平均74度，主要原因是功耗增加了19%，上涨到了108瓦，因此 CPU 温度自然会有明显的增加但这一套散热表现依旧游刃有余当然只是 CPU 的超频怎么足够RX 9060 XT 也得超频，但由于这张显卡的超频功能受到一点点限制因此只能够进行 Octet 超频，最终显卡核心频率加500 MHz显存频率则是超频到了2750 MHz， 功耗拉高10%。
在3.84件套中，Tanspy 总分提升5.8%，来到15804分 ；Firefly Extreme 总分提升5%，来到18757；Speedway 提升8%，来到3243分；Speedway 则是提升5%，来到3903分。整体的提升结果还是比较符合超频数值的但最终还是要看看实际的游戏表现这里我也准备了2款电竞游戏以及2款单机游戏来简单对比一下。首先是 Dota 2，在2560×1440分辨率最佳画质设定下超频之后，由于 CPU 频率更高更稳定，帧数提升十分显著直接来到了平均150帧。然后是绝地求生 PUBG 一样也是2560×1440分辨率3级制画质，超频后平均帧提升13%，来到了平均210帧。再来是单机游戏《赛博朋克2077》，在2560×1440分辨率最高画质预设，外加 FSR 3.0质量档，在这里单机游戏的提升就真的只看显卡了，因此最终提升只有4%左右。最后是黑神话悟空，2560×1440分辨率高画质预设，外加75% FSR 超分辨率设定一样受限于显卡，提升也只在4%。不过整体的性能表现已经很出色了，黑神话悟空2K 高画质能跑到平均70帧，在这个价格就能够做到你可相信。如此一台游戏性能表现，正常在马来西亚进行购买组装绝对是需要4000零吉以上不等。而我只是在主板和 CPU 上做点功课，就能省下500零吉以上。要是全套都在彼岸平台购买，那省下的钱就可更多了，妥妥的性价比所以如此的购买与搭配方式到底值不值得？答案是因人而异。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在彼岸平台购买是绝对便宜不少但是这是在牺牲了保修和安心下所获得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我的最终建议是，如果你喜欢挑战与折腾例如那些 DIY 老手和1块钱大过牛车人的用户如果不害怕赌一把，同时就算不小心翻车了也甘愿，那这个方法绝对是能够给你带来最大的满足感。至于给新手和第一次装机的用户建议，我会觉得先不要尝试这个方法保修永远是第一位。我会更加建议在马来西亚地区寻找一些值得信赖的电脑店去购买，甚至是让他们帮忙你装机如此一来，你虽然花费的价钱贵了一些，但同样的你也省下了不少烦恼，也避开了许多风险买个心安同样不吃亏。或者也能够像我这样将一些觉得风险较低或差价特别多的硬件选择海淘购买其他低差价以及高风险硬件保留在本地购买，以达到相对比较有性价比的组合。当然，无论是什么选择，最重要的是享受组装电脑和玩游戏的乐趣那你们对于这一台混血电脑有什么看法？也请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想要看到更多有趣的装机体验分享，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